迈阿密的富人区与比弗利山和湾区富人区不同，这里的顶级富豪大都住在海岸线附近的人工岛上，而不是陆地，而且有的人工岛甚至根本不留可供汽车通行的桥梁与道路，要乘坐直升机或者游艇才能回家。盖蒂家族的豪宅便在迈阿密最贵的富人岛，这里的房产单价几乎是全美之最，比曼哈顿、比弗利山、夏威夷岛这些地方要贵得多。实体产业出身的盖蒂家族很注重牌面，他们在这里的豪宅几乎占了1/3座岛，是一个由多处豪宅拼合而成的岛屿庄园。岛屿距离海岸线有大概1英里左右的距离，海岸线有一套配套豪宅作为中转，车辆平时就停在这里，回家要先开车到中转站，再转乘直升机或者游艇。叶晨在抵达海岸线弄清楚这里的格局之后，便打算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前往盖蒂家族居住的岛屿，在那里等破青会的签士现身。想先登岛，自然就不能乘坐游艇或者直升机，以他的实力，踏水而行分分钟就能抵达，即便带着林婉儿也丝毫不是问题。但麻烦就麻烦在过去之后，该如何安顿林婉儿？根据在宋如玉那里得来的经验，签士虽然不一定是吴家人，但大概率是修士，自己一个人倒是不怕被发现。但如果多一个林婉儿，变数就大了。按照叶晨的打算，今晚如果碰到破青会的签士，就暗中将其监视起来，顺藤摸瓜，先找到左军都督府的驻地。如果能摸清楚整个左军都督府的人员架构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所以自己动身之前，得先把林婉儿安顿好。于是叶晨对林婉儿说，林小姐，不如我让史蒂夫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你稍事休息，盖蒂家族那边我自己过去，等我完事之后再去找你。林婉儿也知道自己肯定不可能跟着叶晨，于是便微笑点头说道，奴家都听公子安排。叶晨点点头，立刻给史蒂夫打了个电话。电话接通，他便问史蒂夫，喂，史蒂夫，你干嘛呢？史蒂夫赶紧压低声音说，叶先生，我在跟罗伯特那狗崽子还有他的女朋友聊家常，这不是等您的下一步指示吗？叶晨嗯了一声，道，辛苦你了，还有2件事，一个是你给我在迈阿密安排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让林小姐暂时落脚，最好是派人直接来码头接一下。另一个是把林小姐接走之后，你就可以让罗伯特和他的女朋友先回去了。史蒂夫立刻恭敬地说道，没问题，叶先生，我们在迈阿密也有很多产业和手下，我这就安排人把林小姐好生安顿一下。10分钟后，一艘豪华游艇停靠在码头最大的泊位上。史蒂夫打来电话告诉叶晨，这艘游艇便是他安排来接林婉儿的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会将林婉儿接到自家的岛屿，那里有专业的安保团队，安全绝对有保障。叶晨将林婉儿送上游艇之后，便在夜色中的海面踏水而行，直奔盖蒂家族的庄园。而与此同时，瑞秋盖蒂也和罗伯特一起驱车返回斯坦福。回去的路上，罗伯特一脸诧异地说，我想了一晚上，也没想明白我大爷爷为什么要请我吃饭，还有今晚那对姓陈的兄妹到底是什么来头。瑞秋赶紧叮嘱他，你大爷爷不是交代你了吗？回去不要乱说话，也不要跟你父母聊及什么细节。罗伯特非常认真地摇头道，他说归他说，从根本上说，我跟我父母是最亲近的，他只是我爷爷的大哥而已。瑞秋摇摇头，严肃地说道，你如果这么想，那你将来在你们这一脉里就会沦为你爷爷这样的角色，成为你们这个家族的旁系，而你们这个家族的继承权也肯定不会落在你的身上。
罗伯特顿时惊骇地问他，为什么？瑞秋严肃地说，因为你不懂站队。说着，瑞秋继续道，你能不能成为你们这一脉的继承人，不是你父母说了算的，而是你爷爷说了算。首先，你父亲要在他的兄弟中胜出，你才有可能触及继承权，而且就算你父亲胜出，你也还要和你的兄弟竞争，这里面但凡有一点偏差，你就出局了。罗伯特表情瞬间怔住，他小心地询问瑞秋，亲爱的，那你的意思是？瑞秋严肃地说，你首先要确保你在你的兄弟中间有其他人无法超越的竞争力，这样你能保住将来成为你父亲的第一继承人，这样你就能保住一个基本盘，无论你父亲从你爷爷那里继承了多少，你都能拿到 80%。 说到这里，瑞秋表情变得更加肃穆，一字一句地说，其次，如果你能力足够，就要想办法帮助你父亲成为你爷爷的第一继承人，如果你父亲也能从你爷爷那里继承 80%， 你就能得到你爷爷 64% 的资产，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局面。瑞秋话锋一转，继续说，但如果只是你拿到了你父亲继承人的资格，但你父亲拿不到继承人资格，他可能只会分到你爷爷 10% 的资产，那到你这里就只能分到你爷爷 8% 的资产了，这对你来说是较差的局面。瑞秋的语气越来越冷，语不惊人誓不休地说，如果你自己也没能成为你父亲的第一继承人，那你大概率只能分到你父亲 10% 的资产，你父亲又只分到你爷爷资产的 10%， 所以你可以预见，最差的局面就是你将来只能继承你爷爷 1% 的资产。一说到 1%， 罗伯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并不是一个很有经商头脑的人，甚至可以说比一般的顶级富二代都更单纯，而且又年轻，每天只想着读书、恋爱、打球，享受生活，并没有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。但是现在听瑞秋说完这一串冷冰冰的数字，他立刻就意识到这其中的巨大差距，自己努力与不努力，将来的身价有可能差出10倍8倍，父亲努力与不努力，将来的身价也有可能差出10倍8倍。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虽然很有钱，但核心利益一直都是核心成员才能享受，自己爷爷本来就已经失去了夺嫡的机会，所以再往上一层，还有一模一样的算术题，爷爷最多能拿到1000亿美金资产就算不错了，如果自己到时候只能拿到这1000亿资产的 1%， 那也就只有区10亿美金，在富豪遍地走的硅谷，这点钱都愧对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。可是如果自己的父亲能成为爷爷的第一继承人，自己也能成为父亲的第一继承人，那自己就最多能拿到640亿美金的资产，整整64倍，这可是天壤之别啊！